接着说，2天1夜什么都没吃，不听人说故事，叫我怎么睡得着？讲到哪儿了？哎，你看这满天的星星，像不像烧饼上的芝麻？你说到那个杀人医生自切一腿，接着房上就多出一人，好像是个什么医仙之类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为什么每次都要来坏我的事？他是我的。喂，你都听到了，他说你是他的。这样好了，你们2个先忙，等他完蛋了，我再来对付你。反正你也中了尸毒，应该没能力连续对付我们2个。对了，我人好，提醒你一件事儿，别死啊。他这个人口味重，对死人的兴趣比活人大得多。我们似乎低估了你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人的样子看起来是太和气了一些。你的拉丁语在哪里学的？说得很好。9年前，巴黎大学。我这个人学什么都很快。9年前，巴黎异端绞刑场盗尸案，你们从那时起就认识了？虽然我希望从没认识过这个人，但很不幸，是的。不如来做我的实验对象，我会让你忘记自己的不幸。我似乎被你们男人之间的情谊感动了，期待下次再见面。他完全有机会干掉我们2个。别担心，凭我们2个的医术，就算到了阴间，也能互相救活对方。你这种人，早晚会害死自己。虽然我并不会觉得可惜。我死了，你就有机会好好研究这具天才的身体了。期待吗？很期待。在那之前，我需要睡一觉。根据今天的出血量，会睡上12个小时。剩下的事全都交给你了。我为什么竟然会有点羡慕你？你带我走的时候，别忘了，你的断腿会静静跟着你的。我切得很完整，你也可以在醒来之前帮我接上它。我不想为这点小事浪费时间。不用我提醒你，先把腿里的毒血放干净吧。虽然我希望从没认识过这个人，但很不幸，是的。我刚才对玉天使说的都是真心话，真的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答应你，我李某人这次一定不会死。别担心，这次真的没有骗你。徐念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啊？我说没事，那就一定会没事的。取降真香3根白皮，狼牙草精液疏导，掺磁石粉贴伤处，柳絮包裹。无论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把书送到纽伦堡。那里的印刷所，我带你去过一次的。这书到底有多了不起，使得这帮狠角色豁出命去骗？这本书将会开启一个世界。那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，对吗？好或是糟，留给100年之后的人去说，也不迟。糟糕，糟糕，真正糟糕！
人都到哪儿去了？方才醒来不见你们，我还以为……对了，怎么只有你一个？蔡鼎忠呢？前天就死了，现在这船上能喘气的，除了我就是你。是吗？我怕是连日来饥渴交加，连脑子也开始糊涂了。2天没吃没喝，今天要是抓不来这只鸟，你也会死。无吹无噪，这等荤腥之物，要如何下咽？啊！你竟茹毛饮血！陆长风啊，陆长风，你身上哪里还有一星半点我天朝上国的儒雅之风？水师的面子，皇上的面子，都让你丢尽了！简直是禽兽所为！喂，哎，给你留了一些，喝吧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不喝还我。《论语》有云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食易而竭。鱼馁而肉败不食，色恶不食，恶臭不食，湿润不食，歌不正不食，不得其将不食。”要是有酒就更好了。对不住了，我可是苏州府冯家的人，所以在我这里只有故事，没有酒。那就接着说，昨天晚上那个故事你还没说完就撑不住晕过去了。讲到哪儿了？我的脑子大概是已经饿死了。昨晚上的事，能记得的只有满天星星多得像芝麻上的烧饼。是烧饼上的芝麻。说到烧饼，你说到了那册羊皮书卷，还说那是一册能改天换地的奇书，书名你倒说过一次，太奇怪了，我记不得。想起来了，接着说，我想听。说起来，此书真可谓是天下1等1的奇书。书中所载无不光怪陆离，令人匪夷所思。莫说那是远在90年前的故事，即便是今时今日，翰林院那些老大人们也斥之为奇谈怪论，荒谬而不可考也。荒唐！若这地为圆，人如何得以安然立于其上？荒唐！若这地在转，人如何得以安然行于其上？我觉得老家伙们说的似乎也有道理。怪不得徐大人说世人蒙昧，知而能行者，万中亦难有一人。又是徐大人，到底是哪个徐大人？文渊阁大学士徐大人啊。这故事就是徐大人当年来我家做客时说与祖父听的。一仙又怎会跑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，又怎会和那些人在一起？你只需明白，在这个世上，天才之间总是相互吸引，他们的相遇会改变一切。这鸟还剩一条腿，你到底吃还是不吃？见你这副嘴脸，我忽然不想说了。你这种人，就算把耳朵连洗3遍，都不配听他的名字。闭嘴！怎么，说你2句便心生不满吗？我让你闭嘴！听。
他们又来了！老天是要让我们送命，3天前逃过一劫，原来终究还是要还的。哎呀！别扔，老天送吃的来了。送吃的，送你一对挽联。这些飞鱼如此疯狂，也是为了逃命。我只恨自己不是飞鱼，少生了双翅。书名乃是《论天体的运行》，故事中的人名叫李药师。此时此刻，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冯梦农立志追随家祖，做天下第一的书家，即便是此刻死了，也要把故事说完。我忽然开始欣赏你了。留着你的故事，等活下来，我请你边喝边说。苍天在上，今日想必是活不成了。你尚未听完我的故事，岂非终身憾事？所以，我还不想死。